谁才是乌克兰的榜一大哥？自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北约、欧盟等成员国纷纷向乌克兰提供了巨额援助，特别是美国、英国、德国3国，成了乌克兰的最大单一援助者。但在诸多援助国中，仍有一些国家虽然做出了援助承诺，但军援却迟迟未到，或是仅到了一部分。本期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欧洲究竟为乌克兰提供了多少援助，是谁在欺骗乌克兰？另外，若是美国永久终止对乌援助，那欧洲该如何快速取代美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首先是争议最大的美国，情况相信大家都了解。自1月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就迅速扭转了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他因矿产协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激烈争吵，又于3月3日暂停了对乌克兰的所有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同意与俄罗斯进行30天停火后，美国才于3月11日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为什么特朗普执着矿产协议呢？因为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3500亿美元的援助，因此签署了5000亿美元的矿产协议是为了收回这笔钱。同时他还抱怨美国提供的援助是欧洲盟友的3倍以上，不同于欧洲近90%的援助资金以贷款形式提供，最终能被收回。美国60%的援助属于捐赠，是无法收回的。那美国真的给了乌克兰3500亿美元援助吗？总不能特朗普嘴唇上下一碰，说啥是啥吧？我们还是以第三方统计数据为准。首先，根据美国政府网站乌克兰监察这个权威网站数据显示，2022至2024财年，美国共拨款1828亿美元援助乌克兰，其中包括美国国会通过5项补充拨款法案为乌克兰提供的1742亿美元，以及财政部等个别机构额外拨出的资金。另外，美国还于2024年末通过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息，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贷款。那乌克兰得到了多少呢？根据该网站的数据，乌克兰只得到上述援助的一部分。截至2024年底，美国正式发放给乌克兰的援助只有834亿美元，占总拨款的 45.6%， 另有570亿美元显示已分配用途，美国承诺会提供，但尚未批准发放。396亿美元则被预留，但尚未明确用途。此外，还有27亿美元因为在期限内明确用途已过期无法拨款。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援乌资金并非全部直接用于援助乌克兰，其中有很大一份流向是自家军工产业。如在美国国防部拨出的1239亿美元中，就有458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国防部的武器库存，近30亿美元用于补充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盟友的军事库存。另外还有448亿美元用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活动，其中包括支持美军在东欧前沿的部署，以及在前线预置储备等。而泽连斯基也在今年2月1日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美国援助约为760亿美元，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对于特朗普所谓的3500亿美元援助，泽连斯基原话是：“这并非事实，我不知道这些钱去哪里了。”当然，若是这一个网站无法说服你，我们再来看看连北约都要用作参考，且长期专门追踪对乌援助流向的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数据。根据基尔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24年底，美国仅向乌克兰提供了1247亿美元的援助，其中509亿美元为财政支持，700亿美元为武器、装备等军事支持，还有38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为什么基尔研究所的美国援乌数据比乌克兰监察网还低？基尔研究所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只统计了对乌克兰的直接援助，没有计算与乌克兰有关的间接援助。如上面提到的，在美国本土生产武器以及支持其他受俄乌战争影响的国家。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3月初时也发表文称，美国的援助法案有很大一部分拨款都花在了美国国内。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项分析指出，资助了全美70多个城市的国防工业。所以至今为止，仍没有人算出特朗普口中3500亿美元援乌资金的出处。英国广播公司3月向白宫询问了3500亿美元拨款的依据时，白宫支支吾吾并未给出解释，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吧。那欧洲又援乌了多少钱？特朗普抱怨美国提供的援助是欧洲盟友的3倍以上，按他的意思，美国提供3500亿美元，那欧洲只给了1000多亿美元。但根据基尔研究所的数据，美国虽然仍是乌克兰最大的单一援助国，
但欧洲各国加起来提供的援乌总额早已比美国还高。根据基尔研究所统计的直接对乌援助开支，截至2024年末，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花费已达1445亿美元，这其中包括欧盟的直接援助，以及欧洲国家通过双边协议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在欧盟官网给出的数据中，仅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就达到了1481亿美元，其中741亿美元用于重建乌克兰，帮助其恢复经济和社会建设，538亿美元用于军事援助，以及186亿美元用于支持欧盟成员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接收难民等。从这一点看，欧盟和美国一样，对援乌的定义很广泛，只是与俄乌战争相关，即便没有直接用于对乌援助，也会被统计，因此数额更高。值得注意的是，从援助曲线来看，欧洲对乌援助自2022年以来一直相对稳定，而美国的援助水平则波动较大，尤其是2023年和2024年。由于美国国会党争，美国的对乌援助起起伏伏，且有所放缓，直到援乌相关法案通过，以及拜登政府默契的一哆嗦，才让美国援乌力度有所恢复。另外，欧洲能超过美国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对乌援助就一直停滞不前。今年1月9日，美国或者说是拜登政府宣布了其在任的最后一笔5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防空和空对地导弹，以及 F-16战机的设备等，且于今年2月播出。而自此以后，火力军至今没有观察到美国对乌克兰提供任何新的援助。而美国暂停援助后，除了给乌克兰带来巨大困扰外，同样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援助压力。不过，深知欧洲安全受到威胁的欧洲各国，在美国停止援助时，纷纷宣布了新的援助计划。今年1月和2月，英国拨款 3.59 亿欧元，其中 2.93 亿欧元用于提供军事装备和武器，如无人机、防空设备和翻新坦克。德国拨款 4.46 亿欧元军事援助，丹麦拨款 6.93 亿欧元，其中 2.55 亿欧元是军事援助。挪威拨款 6.14 亿欧元，其中4亿欧元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最引人注目的是瑞典，直接拨款11亿欧元进行军事援助。当然，这只是一部分，更多援助和援助承诺内容，火力军把援助清单链接放在了评论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在此基础上，欧盟还新向乌克兰发放了首笔30亿欧元贷款，因此若是算上今年1、2月份援助金额，欧洲累计拨付了1380亿欧元的援助，比美国多出230亿欧元。但在军事支援方面，美国仍保持领先。据统计，自2022年2月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约65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比欧洲多出约10亿欧元。不过，随着欧洲援助力度加大，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急速缩小，说不定就在我们说话时就已被超越。而且若继续细分，在重型武器援助上，欧洲早已超过了美国。因此，想深入了解的，大家还是直接在评论区找链接看详细表格吧。那若是美国永久终止对乌克兰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欧洲该如何快速取代美国呢？这个答案我们同样能从美国和欧洲的对乌援助数据上找到答案。图4、图7的数据凸显了欧洲各地的巨大差异。美国虽然仍是对乌克兰最重要的单一捐助国，但援助金额占 GDP 的比重远远不及爱沙尼亚、丹麦、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基尔研究所报告称，如今爱沙尼亚的年度援助承诺已将战前 GDP 的 2.34% 分配给乌克兰，丹麦为 2.32%， 立陶宛为 1.85%， 对他们的经济规模而言已经属于过高范围了，让我们为这些国家点赞。而美国仅能排到13名，约为 0.53%。 德国和英国的年度援助承诺占比约为 0.4% 到 0.5%，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则更少，仅占 GDP 的 0.1% 到 0.2%。 因此，欧洲取代美国的援助重任将落在欧洲大国，即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较大经济体身上。只有他们增加队伍支持，才能部分或全部取代美国援助。具体该如何行动呢？在援助金额上，目前欧洲各国平均下来，每年仅将 GDP 的 0.1% 用于对乌克兰的双边援助。而想要取代美国的援助，据计算，所有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的贡献必须上升到 GDP 的 0.21%。当然，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一水平。从金额上看，
也就是将欧洲援助金额从目前每年的440亿欧元增加到820亿欧元。其中，欧盟机构需从160亿欧元增加到360亿欧元，德国从60亿欧元增加到至少90亿欧元，英国从50亿欧元增加到65亿欧元，法国从15亿欧元增加到60亿欧元，意大利从8亿欧元增加到45亿欧元，西班牙从5亿欧元增加到30亿欧元。若是整个欧洲国家都效仿爱沙尼亚和丹麦他们，将每年援助占比提高到 GDP 的 0.5% 以上，那欧洲甚至可以超越美国的援助。而除援助金额外，欧洲要弥补美国的缺失，最重要的是扩大军事武器生产和寻找同类型武器替代品。扩大生产，欧洲正在做，也就是火力军过去视频中提到的8000亿欧元重新武装计划。那替代品具体是哪些武器种类呢？以过去的援助为标尺，目前乌克兰对美国武器依赖最大的是火箭炮及其弹药，如海马斯 86% 都是美国生产的，其次是榴弹炮弹药占 82%， 远程防空系统如爱国者占 70%， 只有榴弹炮和主战坦克这类武器系统大部分才来自欧洲生产。因此，若要取代美国的军事援助，首先替换掉的就是美国的高机动性火箭系统和爱国者导弹。欧洲可向国际市场求助，购买类似的系统，如韩国的 K239 多管火箭炮系统或以色列的 POLS 多管火箭炮系统。其次，欧洲应该同时增加对 SA-MPT 等欧洲防空系统的生产和进一步开发的投资，因为俄罗斯一直在用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改装的 S-300 和 S-400 防空导弹，以及数量庞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不断袭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来消耗乌军弹药库存。再次就是空军，用幻象2000、阵风等战机，加入已有的 F-16、米格29序列，使乌克兰空军拥有更强的空对空和空对地能力。最后，欧洲各国可以依照丹麦模式，直接向乌克兰订购武器，甚至直接投资乌克兰军工厂，实现本土生产。这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和时间，重要的技术也可回流到欧洲，来加强欧洲安全。尤其是无人系统方面，如今的乌克兰已经建立了一个极具创新性和生产力的无人机产业。目前唯一的问题是欧洲缺乏迅速取代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能力。至于是谁欺骗了乌克兰，火力军个人觉得没有人欺骗。各国援助由于承诺时间不同，援助抵达的时间也不一样，但终归是进行了援助，且都已经抵达了一部分。当然，特朗普政府除外，美国的援助还是前拜登政府时间的承诺。因此，从目前来看，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榜一是美国，总援助榜的榜一大哥则是欧洲。但在火力军心里，那些敢拿出自身 2% GDP 进行援助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榜一大哥。当然，在援助榜单上还有一个另类的榜一大哥，那就是俄罗斯。小到枪支弹药，大到火炮坦克，应有尽有。如在22年的哈尔科夫大反攻中，俄罗斯一跃成为了乌克兰武器装备最大的军事捐助国。哈尔科夫大反攻，乌军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卓越成果，其缴获的俄军武器装备也令世界瞩目。根据 ORYX 综合清单，从2022年9月1日至23日，乌军缴获了100多辆坦克，近200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20多辆指挥控制车，数十辆火炮牵引车，以及缴获了近100辆卡车、吉普车等专业车辆。此外，乌军还缴获了大量弹药，不过当时并未提供具体数量，只是声称有数百枚反坦克武器和数万发炮弹。至于缴获的武器型号，报道称9月前3周缴获的100辆坦克中，有2/3是 T72， 剩下的是 T80。这2款坦克都是苏联时代的坦克，但都经过了现代升级。具体版本包括 T72B、T72B3、T70U、T80U、T80BV 和 T80BVM 等。T72 家族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已在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数十个国家服役，并进行了大量改造和升级。缴获的 T72 坦克将有助于填充乌军坦克车队，或拆卸后用于零部件。T80 则融合了一些早期坦克的特点，于20世纪70年代投入使用，至今还在服役。乌克兰也拥有自己的 T80 版 BM Oplot。而在之后的战斗中，乌军还缴获了 T90， 并运往了美国进行技术解析。详情大家可以看这一期视频。总之，俄罗斯是既提供武器装备，又提供技术科技，加上不断入侵，磨砺了乌军士兵战斗技巧和意志，全方面增强了乌军战力。综合战争研究所和塔斯社的报道，
俄罗斯当局以涉嫌欺诈为由，拘留了前库尔斯克州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前副州长阿列克谢·德多夫。俄罗斯执法当局声称，斯米尔诺夫和德多夫目前正在接受调查，其指控罪名是他们挪用了国有库尔斯克州发展公司原本用于建造库尔斯克州边防防御工事的资金。不过，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克里姆林宫为俄军当初没能阻挡乌军入侵找的替罪羊，并举例声称，俄罗斯当局此前曾于2024年12月通过类似的贪污罪名拘留了同一家公司高管。又或是2024年5月，俄军以挪用专门用于建造防御工事的资金，逮捕了前第58集团军指挥官伊万·波波夫少将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12月5日，普京曾用时任俄罗斯国家杜马信息政策委员会主席的亚历山大·秦士泰因取代斯米尔诺夫担任库尔斯克州州长。当时知情的俄罗斯高级官员强调，普京任命秦士泰因是因为斯米尔诺夫没有就住房问题与库尔斯克居民进行充分沟通或提供支持，但当时没有指责斯米尔诺夫腐败。美国内政部宣布，将根据特朗普总统近日签署的行政命令，把美国与墨西哥接壤的近446平方公里联邦土地移交陆军管理，加强取缔走私与非法移民入境，维护边境安全。据悉，美国陆军预计接管该片土地3年，并设立国防区，允许陆军官兵和联邦执法人员执行巡逻任务，以及兴建基础设施支援相关行动。特朗普自上任后就立即宣布美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持续增强维持边境秩序与安全力道，防范各种违法行径。美国内政部长伯根表示，保护边境和确保国家资源息息相关。此次移交联邦土地反映美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土地管理负起责任的承诺。特朗普也在15日再次宣布，其正研拟一项新的自主驱逐计划，有意通过提供补助津贴等财政援助方式，鼓励非法移民自愿离境，借此来降低行政作业成本，也有助保留日后移民合法重新入境的弹性空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宣布，2025财年已自4月1日起正式启动其年度防卫预算与相关经费项目，预计将提拨9.9兆日元，相当于2022财年 GDP 的 1.8%， 内容包括研究开发、设施与基础建设、网络资安、国际合作等4大领域。其他还包括驻日美军整编经费、海上保安厅运作、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项目。而为了强化防卫力，日本政府提出2027财年防卫预算与相关经费要提升至 GDP 的 2%。报道指出，日本政府在2022年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件中规定，2023至2027财年防卫预算总额将达43兆日元，而2023和2024财年防卫预算分别占当年 GDP 的约 1.4% 与 1.6%。日本首相石破茂近日则宣示，拟将2027财年防卫预算与相关经费提升至 GDP 的 2%， 甚至若有必要也可能超过 2%。 此外，中谷元还表示，陆上自卫队佐贺驻地正在进行设施扩建，将于7月9日正式启用目前临时驻扎在木更津驻屯地的陆自17架 V-22轻转旋翼机，届时将前往佐贺驻地，预计8月中旬完成转移作业，从而强化日本在西南岛屿的影响力。据韩联社报道，美韩空军15日在朝鲜半岛空域举行联演。本次联演内容包括2架正在印太执行 BTF 任务的美空军 B-1B 轰炸机，以及驻韩美军的 F-16和韩国空军的 F-35A 与 KF-16战机。联演内容是由战机护航轰炸机执行各项模拟战术任务，来展现其强大的空优战力。考虑到 B-1B 可携带大量武装，在2个小时内从美国关岛空军基地飞抵朝鲜半岛，加上当日适逢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名单，美韩同盟此举是在对朝鲜进行威慑，以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此外，韩联社还报道称，美韩双方未来还将进行密切合作，持续扩大联演规模，来加强反制朝鲜的举措。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大家心里，谁才是乌克兰真正的榜一大哥？又是否有承诺援助但1分钱没拨的骗子存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